83年後，這群滿頭白髮的晚輩終於等到他們年輕戰死的舅舅和苦等一生的舅媽回家。我是孫春龍，一個打掃戰場的人。2025年2月，志願者羅威在湘潭市檔案館查詢資料時，意外發現了一份衡陽保衛戰陣亡連長許健的資料，這讓羅威非常驚喜。他一直在做衡陽保衛戰的調查研究。就是許健，我在大概7年前就知道這個名字了，想嘗試就是能不能找得到他的後代，但是當時就沒有結果。後來呢，在湘潭縣檔案館無意中碰到了這份檔案。這份檔案除了許健黄埔軍校的畢業證、委任書、參謀令等證件外，還有一張他的訂婚證書和申請撫恤金材料。婚書上記載，連長許健是江蘇鎮江人，妻子賀訓妻是湖南湘潭縣人。這些資料揭開了一段尘封83年的往事。1944年，許健随部奉令坚守衡陽。彼時，中國遠征軍在印度和滇西發起反攻，太平洋戰场上，美軍通過跳島戰術，逼得日軍唯有退路與補給。日軍在中國發起其稱為1號作戰的玉香桂戰役，其目的是打通中國的南北交通線和南方的部隊聯通，在中國戰場做最後一搏。1944年6月28日，日軍出動1萬餘人及29門大炮，猛烈轟擊衡陽城。許健奉令鎮守衡陽望城坳，率領全連士兵抵抗10倍之敵的日軍4個小時，最終寡不敵眾，為國捐軀。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當年他犧牲的地方，望城坳。时任3師9團9連連長的許健在這裡遭遇日軍一個大隊兵力的猛攻。望城坳是一個背水作戰的必死之地，但卻是衡陽城北一處天然炮台，不得不守。他用自己的生命推遲了日軍炮兵的部署時間。9團機槍連連長万建武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傍晚陰沉沉的天氣，在縣府前院中，我將許健連長的鐘骸裝入臨時做成的棺木，草草埋入土中。肖團長默立在墓旁，淌着眼淚，嚴肅的臉顯得突然蒼老。當覆土微微拱起時，他以顫抖的手拍拍我的肩膀，吃力地走回团部。望城坳的硝烟已尽，婚書上的贺训期還好嗎？2025年3月，在湘潭媒體及當地公安的幫助下，志願者順利尋找到了賀訓期。我們接到那個媒體記者反映這個情況以後啊，中國那個執行者呢，還是發現了一條重要的線索：賀訓期的後人呢，生活在我們湘潭市雨湖區。我們期盼能見到賀奶奶，奇蹟沒有出現。賀訓期已於1988年離世，終年65歲，但他的兒子殷修仁還在。婚期只有3天，許連長就走了，外號許連長一直沒有聯繫了，知道這個人沒有了。1942年，第10軍第3師第9團輾轉到湘潭休整。23歲的許健見到了19歲的賀訓期，年輕帥氣的軍官一下俘獲了少女的心，兩人一見鍾情。1942年8月，墜入愛河的許健與賀訓期在湘潭舉行了簡單的婚禮。9團團長蕭歸田為許健證婚，哥哥賀孟池為妹妹賀訓期證婚。兩人甜蜜的新婚生活只有3天，部隊要開拔離開湘潭，依依不捨的賀訓期只能含淚送別新婚丈夫。臨行前，許健將自己的一支藤編手提箱和所有證件留給賀訓期，告訴妻子等戰爭勝利了就回來接他，帶他回江蘇老家。然而這個承諾賀訓期到死都沒有等到。抗戰勝利後，楊家人勸賀訓期改嫁，那時他還年輕，也沒有孩子。可是年少時遇到了愛人，怎能說忘就忘？他想，沒有消息應該就是好消息。她一邊在湘潭的一所學校教書，一邊等待着丈夫歸家。因為是軍官太太，在特殊的日子裡，她失去了教師工作，沒有穩定的居所，依靠着零碎的散工維持生計。在活不下去的絕望中，她無奈向命運做出了妥協。在同村人的介紹下，嫁給了當地一名叫殷美如的男子，搭夥過日子。那時距離他與許健分開已經30年，兩個在泥潭中依偎的人終究沒有掙扎出好日子。領養了殷美如兄長的兒子殷修仁不久後，殷美如離世，獨留賀訓期一人帶着殷修仁生活。
妹妹喊我妈媽，唱金姐，她的字啊，我唱记憶、金福、金神。你们就靠了他们这趟感情了。结婚3天，徐林兰走了以后，我媽這麼多年受這麼大的打擊，她能夠承擔下來。這個新婚3天的男人，像無形的煙霧籠罩了他一生。在尋找到賀迅期的同時，江蘇志願者蔣亞軍在江蘇鎮江陶崗村找到了許健的家人。年過80旬的許忠看到許健連長的檔案信息時，含着淚說：“這是我的爸爸。”許忠是許家人留給許健最後的愛。他少小離家上軍校，後來上了戰場，一去再無音訊。連長的父母生前害怕孤單在外的他膝下無後，沒有人記得他。家人一起商量，決定將2姐許翠雲的兒子許忠過繼給他。從小許忠就知道他有一個沒有回家的爸爸。在他的印象裡，媽媽和阿姨一提起這個不知所蹤的爸爸，就淚流滿面。許忠說，70年代家裡人從輾轉到湘潭找到了這位素未謀面的舅媽賀迅期，遺憾的是依然沒有許健的消息。侄子離開湘潭前問賀迅期連長是否有留下什麼物品，可不能給他帶回去做個紀念，家人都很想念他。賀迅期拿出了許健離開湘潭前給他的藤箱，讓外甥看了看，並沒有答應讓他帶走。但是我媽沒份讓他帶走，為什麼呢？這是我的記憶裡。歷史總是令人如此驚嘆。我們在查詢許健的資料時，竟在不經意間串起了另一段同樣悲壯、同樣執着的家國往事。許健戰死後，團長蕭歸田聞此訊息悲痛不已，命令9團團長周炳生率部逆行，設法搶回許健連長鐘骸，並揭發望城坳。7連與日軍激戰數小時後，望城坳又被敵軍突破，連長周炳生被日軍子彈打中咽喉重傷。7連連長周炳生也是在傷重不久後於衡陽殉國。他的侄女也在2025年給我們發來尋親信息，想知道周炳生連長的安葬地。他們一家也尋了連長80年。連長媽媽在世時有一個藍布包，裡面裝着周炳生在黃埔軍校的畢業證和陣亡通知書。想兒子時，他只能偷偷拿出來撫摸掉眼淚。歷史的傷痕沒有隨着戰爭勝利而結束。失去親人的家庭依然還在他們拼死護衛的戰場上尋找他們存在過的痕跡。2025年3月28日，許家人來到了衡陽，他們將從家鄉帶來了黃酒、燒雞以及許健父母墳前的黃土，擺在許健犧牲的地方，衡陽望城坳的一處護坡上。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許健回家嘍！連長犧牲81年後，家人來接他。許家人抱着連長的牌位，來到了當年機槍連連長萬劍武埋葬連長的衡陽縣政府前院，現在那裡已成為一個居民小區。回家了，周爺爺！我們回家。一抔黃土，一聲呼喚，這個家庭80年的尋找終於有了答案。聽聞舅媽的消息，許家人帶着許健的靈位和衡陽縣政府前院的一抔黃土，來到賀迅期的墓前。這對分離83年的夫妻，最終以墓碑的方式重聚。80年以前的夫妻，給你幫助，你安息吧。舅媽，這一大家子都是許家的後人，同時也是你的後人，你不孤單啊，我們都是你的後人。83年前，湘潭的天空被幸福閃耀。83年後，煙雨濛濛，是不是他們也在悲泣？如果沒有戰爭，是不是他們也能相攜一生？許家人代替連長完成了離開時的承諾，在賀迅期的墓前取下一抔黃土，帶着連長一同回到江蘇鎮江老家。
感到無比的光榮。他雖然犧牲了，但是他的靈魂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當黃土與黃土相融，刻着許健與賀訓期名字的墓碑立起，這對新婚只相守3天的夫妻將永不再分離。從湘潭的邂逅到衡陽的訣別，再到江蘇的歸葬，世間再無等待的同鄉，也無遠去的軍官，但山河記得，後人記得，他們的愛與赤誠從未真正消散。我們找到了他的墓碑。我爸爸临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姨姨。你别再回家了。